我们宋楚瑜、宋资政，在场的代表团的成员、吴秘书长、袁秘书长、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年的 APEC 经济领袖会议将在11月举行，我在此要正式宣布，将再一次委请宋楚瑜资政担任我国的领袖代表，代表我参加相关的会议跟活动。APEC 是亚太区域最重要的经济合作论坛，是各国领袖讨论区域合作议题，并且宣示集体共识的重要的场合。我国虽然因为政治的因素，总统无法亲自参与，但是透过由总统指派的领袖代表与会，代表台湾人民发声，彰显我们在区域合作的重要的角色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，也是领袖代表所肩负的重责大任。去年 APEC 会议，我首次委请亲民党宋主席担任领袖代表，在这个重要的国际舞台，组成跨越党派的团队，这是别具意义的安排。他们去年的努力跟优异的表现，获得各方的肯定。我们今年再次委请宋主席担任这个重任，将过去1年台湾在区域发展所做的贡献，以及对未来的企图心，清楚地传达给 APEC 所有的成员。为此，今年我们也强化了代表团的阵容，与领袖代表共同来达成任务。APEC 的精神是强调市场开放、经贸合作、经验分享跟区域的连结。那么以追求亚太地区的共荣发展及未来的愿景为目标。正好我们正在推动的新南向政策，目标一致，也相辅相成。新南向政策是台湾在亚太地区角色的重新定位。经过了这1年的推动，已经有初步的成果。5大旗舰计划也将会投入更多的资源，和各国分享台湾在各方面的经验，建立互惠互利的关系。很多新南向的国家也是 APEC 的成员。透过这次 APEC 的参与，我们要与各国代表积极互动，让各方了解我们新南向政策的目标、政策主轴以及具体的规划，争取更多的合作的机会。透过新南向政策的经济战略的实践跟资源的挹注，彰显在台湾在 APEC 我们可以做出的贡献。同时，我们会透过和各国领袖互动，尤其是与我们在经贸事务上有紧密伙伴关系的国家共同合作，促进区域的繁荣跟永续发展。我们也愿意在 APEC 的架构下，与中国大陆进行善意的互动与合作，共同为促进 APEC 的宗旨和目标做出积极的贡献。也因此，我对于今年的代表团有几项任务的交付。第一，以具体的宣示和行动呼应这次 APEC 经济领袖会议的共同目标。今年 APEC 主题是创造新动能，育成共同的未来。我们要积极回应这项诉求，坚定表达台湾对于区域自由贸易及永续发展的支持及投入，并且要强调我们可以做出的积极贡献，例如产业人才的培育、粮食安全能力的建构、数位时代的永续成长与就业，与所有的 APEC 成员来一起努力。第二，以新南向政策凸显台湾对 APEC 的贡献及区域发展的责任。去年在秘鲁是2016大选后的首次参与，我国代表团的重点在于新成立的政府与其他的会员国的重新的连结。今年代表团最重要的任务是将我们对 APEC 的参与连结政府的新南向政策的战略目标及各项的努力。
希望在经济领袖会议跟相关的活动、双边会议和各种场合的互动，都能够掌握机会，达成这项任务。第三，充分地展现团队的力量。这次领袖代表团成员结合了产官学界的能量，除了宋主席担任领袖代表之外，也将由政务委员邓正中担任首席顾问及发言人，还有我们国策顾问陈美月、国发会的主委陈美玲，还有我们经济部长沈荣津、国安会的资讯委员林良荣，以及我们立法委员萧美琴。我们还有来自于学界、产业、媒体的资深专家的共同的投入。我还请大家在各项议题领域上发挥专业，与领袖代表宋主席共同肩负起与各国积极互动的责任，务必提升我国参与 APEC 的能量，和各国建立长远紧密的关系。不久前我曾经说过，国际情势在变化，世界经贸发展的模式也在改变。台湾是国际社会的一份子，我们不能置外于世界的变局，更要勇敢在变局中找寻出路，与各方共同努力，促成区域的发展与繁荣。不但是我们身为世界公民的责任，更是台湾生存发展的重要的战略。台湾必须要把握每一次的国际的参与的重要的机会，将我们对区域发展的贡献及无可取代的软实力行销到全世界，提升能见度跟主体性。这次 APEC 会议，请代表团所有的成员全力以赴。我也相信宋主席必定能圆满达成我所托付的任务。谢谢大家。